4次越狱4次成功，而且每次都是不同的监狱。他被称为昭和越狱王，曾经用铁丝打开监狱门，还利用马桶上的铁片挖地道成功逃脱。你都不敢相信，有一次越狱，他靠的竟然是一碗平平无奇的味噌汤。监狱为了纪念他的传奇经历，还给他塑了雕像。而上面说的这些可不是电影情节，都是真实发生在这个男人身上的事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昭和越狱王。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这位传奇人物的家庭背景以及他是怎么进的监狱。1907年7月31号，白鸟有荣出生在日本的青森县。白鸟是家里的长子，他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他3岁的时候父亲患病离世，家里的顶梁柱塌了，他母亲没有办法，选择再婚，结果只带走了最小的弟弟，把白鸟和姐姐留给祖母照顾。白鸟就在祖母的照顾下磕磕绊绊地长大了。18岁那年，白鸟踏上了卸工船，成了船员。昭和时代的卸工船员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工作环境恶劣，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还要被资本疯狂压榨。日本有本小说叫《卸工船》，就描写了这些船员的悲惨生活和他们的反抗斗争，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一下。白鸟在20岁左右恋爱，22岁结婚。婚后呢，他下了船，开了一家鱼店，想着过点安稳日子。可这鱼店的生意就像扶不起的阿斗，怎么都搞不起来。白鸟慢慢就开始自暴自弃，还迷上了赌博，想着能一夜暴富。他老婆对他逐渐失去了耐性，直接就一拍两散离了婚。这下白鸟彻底放飞自我，越来越沉迷赌博，钱花光了怎么办？那就偷呗。1933年，他和同伴在抢劫过程中犯下了杀人重罪。1935年，白鸟被警方捉拿归案，关进了青森监狱。惊心动魄的越狱大戏从这里拉开了帷幕。当时的青森监狱看守的是凶神恶煞的，像白鸟这种杀人犯待遇不是一般的差。看守们经常酒后拿囚犯撒气，白鸟自然也是被虐待的对象，又是被骂又是被体罚。白鸟受不住了，多次提出抗议，可根本没有人搭理他。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估计也就乖乖认命了，但白鸟不是一般人，他在心里暗自发誓一定要逃出这个鬼地方。想想看，越狱这种事哪有那么容易，可白鸟有容还真就做到了。有一天早上5点多，青森监狱长在家里睡得正香呢，突然电话就响了。狱警慌里慌张地说有人越狱了。监狱长就很疑惑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监狱牢不可破，就赶紧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儿。原来白鸟在那个号称密不透风的监狱里，利用倒马桶的机会捡到一根铁丝。他洗澡的时候把双手泡软，然后按在钥匙孔上，记住了钥匙孔的形状。接着他用铁丝按照记忆一顿捣鼓，还真就做出一把钥匙。有了钥匙，还得摸清看守巡逻的时间和规律。白鸟天天就瞪大眼睛观察，他发现半夜12点看守换班有15分钟空隙。越狱的前一晚呢，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他在被子里搞了个小动作，弄出个鼓包，假装自己还在里面睡觉。凌晨12点左右，白鸟用自制的钥匙连开3道门，蹑手蹑脚的就逃走了。看守们巡逻居然没有发现白鸟不见了，一直到5点半左右才发现这家伙已经跑了。这时候距离他越狱都过去5个多小时了，可没想到白鸟越狱是把好手，逃亡就稍显拉胯了。他因为肚子饿下山找东西吃的时候被抓住了。这次逃亡也就是2天时间。经过审判，白鸟被判处无期徒刑，接着被转移到了不同的监狱，先后待过工程监狱和小间监狱。在这期间呢，白鸟没被看守刁难，待遇就跟普通囚犯一个样，所以他也就老老实实的服刑。但在1941年的时候，日本偷袭珍珠港，被美国喂了2个大蘑菇，为了统一管理，白鸟就被转到了秋田监狱。可在这儿呢，他又遭到了看守的恶劣对待。要知道他是有过越狱前科的人，监狱方那肯定是严加防范。他被关到一个叫镇静房的特别牢房，里面小的可怜，还不到1平，地板是硬邦邦的混凝土，墙壁上贴满了铜板，是真正意义上的铜墙铁壁。天花板差不多3米高，唯一的窗户就在上面，还被铁丝网罩着。想在这样的牢房里越狱，那简直就是白日做梦。但白鸟是谁啊？他可是越狱王，没窗户他就把心思动到了天花板上。他在牢房角落用脚撑着墙壁，蹭几下就够到天花板了。可到了天花板又被铁丝网拦住，白鸟就决定自己做把锯子。他偷偷摸摸地收集白铁皮和生锈的钉子，然后用钉子削白铁皮，弄出锯齿状的叶片，
一把简陋的锯子就有了。接下来的日子呢，他趁看守不注意，爬上墙壁，一点点锯开铁丝网的木框。说来也巧，这木框有一处的地方早就腐朽了，大概10天左右，窗户就能被取下来了。虽然白鸟是重点关注对象，但监狱也不会每天去检查3米高的天花板。1942年6月14日，那天晚上下起了暴风雨，34岁的白鸟趁着风声取下天窗，成功第2次越狱。上次越狱2天就被抓了，这次他一直躲了3个月，后来在一个男人的陪同下主动自首。这个男人呢，也不是一般人，他是白鸟以前在小监监狱时遇到的看守，对白鸟还算有人情味。白鸟越狱本来就是为了抗议自己受到的非人待遇，逃亡的日子他想起了这位看守，就想着去投靠他。在他的劝说下呢，最终白鸟还是去自首了。1943年4月，白鸟再次被关进监狱，警察为了他越狱的事儿被搞得很没面子，这次把他关进了号称日本最难越狱的王走监狱，还专门弄了个特别牢房关他。王走监狱呢，在北海道北部，靠近鄂霍次克海。这地方冬季漫长而且冷得要命，最低气温能到-30度，就算有暖气，监狱室内最低气温也可能在-8、9度。在这种低温环境下，囚犯想逃脱很困难。牢房是呈5翼放射状分布的，在中心位置有个岗亭，看守站在里面，5条牢房的走道看得清清楚楚，几乎没有视觉死角。囚犯在牢房里的一举一动都在看守的监视下。监狱窗户还是倾斜的，囚犯只能看到一边的情况，根本不知道警卫什么时候过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囚犯观察外部环境和寻找越狱时机，大大增加了越狱难度。白鸟在王走监狱被严密监视不说，还给他带上了沉重的镣铐，食物减为正常食量的1/4，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也不允许他做任何运动，防止他储存体力。他实在忍不了了，一怒之下用惊人的怪力直接扯断手上的手铐。狱警一看这还得了，对他看管更严了。从那以后，白鸟就穿着一条兜裆裤，手脚分别被绑在20公斤的枷锁上，吃饭也不能用手，只能用脸直接怼着吃。排泄的时候手脚也不能自由活动，排泄物只能顺着身体流下来，还不能洗澡，每周只能擦一下身体。这种待遇让他的手脚和枷锁接触的部分都化脓了，甚至还生了蛆。但就算这样，白鸟也没有放弃越狱的想法，一直在偷偷摸摸地做准备。他先是吃饭的时候把味增汤含在嘴里，一点一点地往下滴，利用盐分让枷锁生锈，然后每天耐心地撞击咬枷锁，让枷锁慢慢松动。后来他发现牢房门上的监视孔洞盖子有点松了，花了3个月的时间，趁看守不注意摇晃铁格子，还真就把铁格子弄下来了。1944年8月，37岁的白鸟终于等到了机会。王走监狱停电，看守交接也延迟了。白鸟果断抓住时机，去掉手脚上的枷锁，把头伸出监视孔洞，接着把肩膀关节脱臼，从牢房里钻出来，迅速爬上监狱大厅天花板，用头撞破窗户玻璃，逃出监狱后还拔掉监狱里的支柱，顺着支柱爬上围墙，成功从这座号称坚不可摧的王走监狱逃脱了。这次越狱事件太出名了，好多书籍、电视剧里都有介绍。白鸟从王走监狱逃脱的时候，日本正处在2战，对白鸟的搜索没那么大阵仗。他在附近的山上躲了差不多2年。1946年，39岁的白鸟决定去札幌，可在途中他在一个西瓜田里被误认为是偷西瓜的，争吵中不小心杀了人。白鸟非常内疚，主动跑去自首了。在之后的审判中，他被判处了死刑。1947年2月，白鸟被关进札幌监狱。监狱为了关注他，专门打造了个特别牢房，门、天窗还有铁格子通通都加固了。大家都认为这下他总不能再越狱了吧？可强者从不抱怨环境，他仔细找牢房的弱点，还真就让他找到了。唯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床下，貌似床下是泥土，要是能挖开就有机会逃走。以前的马桶都是木质的，为了牢固会缠绕铁片。他用事先准备好的钉子取下马桶上的铁片，利用铁片又做了一把锯子，然后假装抖腿的样子，一点点地锯开木地板。犯人在监狱睡觉呢，都是要把头露出来的，可白鸟偏偏不听，不管看守怎么提醒怎么打他都没用，他非要把头钻进被子里。他倒不是有什么怪癖，而是在争取时间。看守巡逻的时候看到他的头在被子里，都会提醒他，但是他呢不回答，也不把头伸出来，
这时候看守就得进去看他人还在不在。但每次检查，白鸟其实都在被子里，这时候他难免要被揍一顿。不过他也无所谓了，因为检查完后就是看守松懈警惕的时候，白鸟就会趁这个间隙钻到床下，用手和餐具拼命地挖泥土。差不多也就是1个月后，1947年3月的一天，白鸟就成功从床下的地道越狱了。这已经是他第4次越狱。当时如果囚犯从监狱逃脱，当班的看守会被免职，所以看守们都很害怕白鸟在自己当班的时候越狱。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是受到了超严格的警戒，可他居然还是成功逃脱了。之后呢，他又逃亡了大概1年。1948年1月，40岁的白鸟被警察询问的时候，警察递给他了一支当时很珍贵的香烟。他被这个举动感动住了，第2天就跑去坦白自己是逃犯，接着就被逮捕了。上次审判他被判处死刑，不过这次审判中呢被推翻了。他在法庭上说自己一次次越狱就是想得到公平对待，他的话被认可了，最终被判处20年监禁。之后白鸟被关在东京的府中监狱，在这儿呢他受到了公平对待，和其他囚犯的待遇一样。也许是感受到了这份公平，白鸟在狱中表现良好，成了模范，刑期也被缩短到了13年。1961年，白鸟结束了漫长的狱中生活。当时的白鸟已经54岁，在建筑工地找了份工作。从1935年被逮捕到1961年被释放，这26年里，白鸟荣作为囚犯或者说越狱犯，经历可以说是非常的传奇。4次越狱，每次都靠独特的想法和大胆的行动成功，让人不禁要想啊，要是他走正道的话，说不定也能混出一番动静。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感谢关注、评论、点赞，我们下期见。